Hello， 大家好，这期我们来看塞恩这塞恩这个英雄啊，想必大家已经如果真正的把它玩下去，然后熟练度提升上来以后的塞恩玩家，应该是感觉玩塞恩除了队友不太行的时候内心不愉快啊，其他什么时候都是愉快的吧，我感觉。你虽然说塞恩这个英雄比较笨，然后呢是一坨肉，也没有说那种非常强的那种叫什么终结比赛的能力，但是你玩塞恩应该挺快乐的吧，又能扛又能打。你塞恩选出来你会玩的话，痛苦的只有对面的射手，还有 C 位，其他 C 位啊，对面狗头啊。说实话，对面狗头是有点崩了。对面狗头打这个塞恩竟然不带迅捷步伐，说实话，现在狗头还是得带迅捷步伐。就是清线的过程中啊，狗头前期如果没有迅捷步伐的话，回血能力非常的差。这里的话，想尝试利用 W 去消耗对方啊。对方这里的话回来直接吃果子，对方如果选择回家，还能接着往后打。但如果对方不回家，那的话，把这一波线稍微控一下，吃完这波线，下一波线的话就可以升5级，5级的话就可以越塔单杀了。4级打3级的，对方想回家了，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你现在已经回不了了呀。而且这个蓝量它是没有的，稍微肯定是技能都放不了，我跟你说。但是他不越吗？因为迅捷步伐现在是改了嘛，改了以后是你的就是就是有迅捷步伐的特效平 A 的时候，或者说平 A 的时候啊，是能回血量和蓝量的。这里的话，这边帮打野扛一下塔，但最后烫死了，差点以为失败了。这个佛爷哥啊，搬这个狗头守塔皮啊，所以吃不到太多的塔皮了。这一波能吃个2层塔皮的话，会很舒服，因为有爆破的。会不会以后的那个爆破不再是获得钱？比如说把塔皮取消以后或者比如说带爆破的话，会就是说，也可能说塔皮还在，但是爆破呢，比如说你每次就是前期每打一次爆破都可以叠额外的增益 buff， 是吧？就跟那个僵尸守卫一样啊，也不是不行，说实话这个想法，但可惜我连续不到设计师提供不了这种方案你们谁能连续的去跟他推荐。这个佛爷哥，像这种帮的话，我跟你说，100%把自己帮崩了。好了，这佛爷哥已经崩了，说实话，还回，这里过来就炸这种就是好了。这个狗头又没有蓝量了，打一层爆破往后拉，而且这局因为是对线狗头所以才直接做这个星之钢。如果你像对线一些战士或者说其他英雄的话，你就不要去做星之钢，因为会太拖发育，而且你的推线能力肯定是没有那么舒服的。因为这局是完全是把对面狗头已经打崩了，人家狗头那个人推线能力都没有了。像这么大劣势的上单，如果你去帮他，你一定是会被拖下水的作为上单来说，你是不能帮的。
甚至这波回家传送都有的，应该可以去试。哎，不打算去上路吗？哦，是去上路了。准备开大招，直接抓。这波塔是完全可以越的，没关系。但队友没有控制啊，有控制的话就舒服多了。把果子一吃上来，消耗一个对方。啊，在塔外 Q 一下，一技能命中 A 一下，然后这边过来一个星之钢收掉人头。这里的话，让盖伦清完中路线去下路，不然的话，让这个狗头吃完塔皮的话，他会很舒服。这里的话，炸一下啊！这里的话还能再吃一层塔皮，但后续的话6分钟应该快到了，塔皮还想吃的话就吃不了了。哇！星之钢，哦哟，被击飞了 ！W 一开，能跑掉吗？跑不掉了。不过奥恩没大招了，哎，还行呗。沙米拉这版本其实强还是强在前期哦，对，沙米拉也是那个只能做暴击的，所以像多兰顿这种就是完美限制这种沙米拉。我跟你说，沙米拉这版本真的好难受。本来特效流他就吃不到红利，然后现在又因为这种多兰顿啊这种直接减爆伤，那你说实话，你满爆的话，你每次伤害都会少30的那个输出量。那想想啊，1000伤害你就，比如说1000伤害你就减300，这很离谱了，好吧？哇，还得是奥恩呢，上单还得是奥恩能跟塞恩啊拼一拼是吧？2头大肉啊！这里果子一吃，完了，吃塔吃死了。啊，把塔一推，其实不亏。可惜星之钢没叠到，但问题不大。只不过对面的这边的话，可以开始往中路去搞事情了。这种中路一站是吧？对面中单其实玩不了的。狗头哐发育说我要赢，我想赢。大招没撞到，那就拉倒吧。好像那个移速的话，就是比如说狗头的那个 W 技能啊，是影响那个塞恩的那个移速效果的，但后续只要大招变成了那个冲击状态，就起跑那一下会有影响，但后续的话就免这种减速控制啊什么的。像塞恩开大招的话是直接免疫所有控制吧，好像是对，除非有撞到那个墙上，或者说撞到英雄单位。哇，完了，一堆人来了，应该有，这里是3个，后续应该会来多1个，哇，太能扛了。那对方还有屏障，这里的话把线一吃，时间是拖够了的。9分钟400多层的星之钢了。
TP 快好了，然后这个大招的话，可以留来龙团的时候用。这种情况下有 TP， 完全就是不怕的，就只要在线上去带。这样的话大招可能还是得用来这个，因为出了第一件，这里盖伦让盖伦去双路那边带啊，因为要拿这个大龙的。这佛爷哥，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前面那个就是我讲过就是那个凯隐那一期，前两期，就今天的前面，应该是中午的时候吧？应该是中午，对。凯隐的话应该是中午发出来，然后中午的那个凯隐。你们也可以看到啊，如果说他去打架，那个赛人这个日炎和 W 啊，就打 AOE 伤害都能把那个凯隐打残，你知道吧？这里反甲做出来以后，对面的赛人对面的射手就完全没办法了。这的话，宝塔一拆，龙打不打都感觉问题不大了都。所以开车回家没有。这里的话往龙坑站一站，把附近的视野排一排不要给对面蹲的机会。像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接着打了，因为对面。你有优势，千万不要去想着跟对面打野去拼惩戒，这种是错误的选择。但打野硬要打，然后惩又拼不过，这种就该骂就骂吧，已经没有任何解释的机会了。还差200金币啊，就可以买个蓝盾，把这个，其实蓝盾一做出来，像佛爷哥，佛爷哥应该算是暴击了吧？其实蓝盾也很限制佛爷哥，我跟你说，佛爷哥他就是打暴击流的一种打法呀。那你佛爷哥，当你蓝盾变得这么，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变相的削弱。这里的话是有 TP 的，让盖伦去正面。来啦，大招一开，星之刚 A 一下 E 技能给个减速，一个 Q，E 技能减速以后再给 Q 技能，这样的话他就很难说跑出 Q 技能的范围。对面亚索好像是不是做了星之刚啊？TP 传送下来，这里其实应该接着往下带的，因为这边的话不是团的很密集，你想要去找人杀，反而是很难受。这盖伦大反甲加蓝盾对面佛爷哥说我是谁？我在哪？我打个锤子，我打。这个是还往这边移以为往这边移就能活一样，他只能往右上角去移技能啊。这一波买个小剑，然后边路开车，把下路直接带到底。那游戏的话，应该也是进入了倒计时啊。这里 E 技能，W 技能在那个开车状态下你是可以开 W 技能的。这里摸一下你就得掉半血，而且这边佛爷哥根本就打不动这个赛恩，两个人都是暴击的，暴击装备。
简直就是战神。哎，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坦克世界是吧？我靠！那其实坦克的话，就是对于有百分比伤害的英雄来说啊，其实坦克就是美味的食物。但是对于暴击流，那就是噩梦的开始。游戏结束，一个爆破啊，半血的塔就没了。那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